他边看书边给自己放血，抽够整整一盒，在橱柜上撒点，剩下的全泼在地上。先赤手伪造出被拖拽的痕迹，然后拿纸全部擦干净，再伪造凶器，拿木棍沾一点扔进壁炉里烧毁。7月份开壁炉会让线索更容易被发现。他正在伪造一个谋杀现场。听说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，它就是由大卫·芬奇导演的《消失的爱人》。我会保持这部电影的悬疑感去解说它，保证让你看到结尾时惊掉下巴。故事发生在密苏里州的一个小镇，疲惫不堪的尼克清晨就从家里逃了出来。也许这就是婚姻崩溃后的生活，他宁愿站在路口发呆，也不想面对妻子。梳洗完毕后，尼克来到了酒吧。这所酒吧是妻子为尼克投资的，这也是他目前还没有离婚的原因。而眼前这位则是尼克的妹妹，她也参与着酒吧的经营。由此看来，他全家都靠着妻子生活。妹妹感觉今天的尼克有些异常，因为今天是他和妻子的5周年结婚纪念日，他应该待在家里才对。此时视角来到了妻子艾米的日记，日记中记载着两人相识的场景。艾米是从酒会上认识的尼克，尼克酷似蝙蝠侠的外表深深吸引了艾米，但光是外表还不足以让艾米沉沦。尼克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男人，他仅凭简单交谈就猜中了艾米的职业。艾米的出身非常富有，他的父母是当代有名的文学作家，他上班只是为了体验生活。相反，尼克的原生家庭并不富裕，他就是来纽约打拼的有志青年，想着能有朝一日在纽约出人头地。尼克抓住了此生仅有的机会，他带着艾米来到了一个巷子，一旁的工人正在搬运制作糕点的糖霜，这让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香甜的气息，就连老天也在帮着尼克。于是尼克展开了对艾米的攻势，就这样两人算是确认了关系。视角再次回到了尼克这边，他还在酒吧向妹妹吐槽婚姻，他是多么的后悔和艾米结婚，但又牵扯到了资产不能离婚，双重折磨下的尼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就在此时，尼克的邻居打来了电话，邻居说是他家的猫跑到了外边。等尼克赶回家后，眼前的场景瞬间让他傻眼，只见客厅里的茶几被人打翻在地，似乎这里曾经历过一场打斗，再加上到处都找不到艾米，于是尼克赶紧打电话报警。赶来的警察先是询问了两人的情况，原来两人住在小镇是为了尼克的母亲，他的母亲在2年前患上了癌症，经过尼克的劝说，艾米才同意搬到小镇，这也让艾米失去了在纽约的工作和资源。两人算是照顾了尼克母亲2年。在交谈中，女警突然发现了一滴血迹，这滴血液就在橱柜上面，看来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失踪案。紧接着女警检查了艾米的办公室，艾米的办公室挂满了小说海报，女警这时才知晓了艾米的真实身份，原来她就是了不起的艾米。这里了不起的艾米指的是书名，这本书由艾米的父母共同创作，书中的原型就是小时候的艾米。随后尼克被带到了警局录口供，作为案发现场的第一报警人，尼克被警方列为第一嫌犯，他被采取了血液和指纹样本，而且房屋将会作为犯罪现场保护。女警询问了艾米在小镇的生活习惯，还有她的血型以及闺蜜情况，然而尼克却一个也回答不上，他也想不出艾米得罪了什么仇家，这让警方一度怀疑他们到底是不是夫妻，而且事到如今他还没有通知自己的岳父。女警为尼克的行为感到十分震怒，最后还是警方这边叫来了艾米父母。艾米父母看起来很喜欢这个女婿，两人并没有因艾米失踪怪罪尼克，因为艾米是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，了不起的艾米一直蝉联畅销小说，这让警方不得不召开记者发布会，顺便还能呼吁群众一起寻找艾米。但尼克在发布会上并没有表现出焦虑，对于妻子的失踪毫不关心，甚至在艾米的寻人启事上摆出了笑脸。这一幕也让媒体抓拍到了。警方从艾米父母口中得知，艾米曾经有2个暗恋对象，第一个是艾米在高中时遇到的黛西，两人曾经谈过几个月的恋爱，分手之后黛西一直在骚扰艾米，这件事尼克本人多少也了解一些。第二个，尼克则表现得完全不知情，艾米之前被名为汤米的人性侵过，目前也就这2个人比较可疑。这时案发现场有了最新进展，根据鉴定组的人勘探，厨房里的那滴血是溅射到上面的，这说明有人用刀或者钝器攻击了艾米，他们马上会对现场做荧光血迹测试。警方还调取到了艾米家的资产信息，他们发现尼克的婚房包括车子，这些全都是艾米名下的财产，酒吧的股权也都属于艾米。最关键的是，女警在艾米的书房发现了一封信，信封上则写着线索1的字样。女警找到尼克询问了此事，因为信里写的内容他也看不懂，尼克一眼就认出了这种信封，这是两人婚后经常玩的寻宝游戏。信里提到了作家的温床，这个地方尼克当然知道，因为作家的温床就是自己的办公室。果不其然，女警和尼克在这里又找到了一封信，上面写着线索2的字样，信的内容是寻找棕色的木屋。女警还在办公室里发现了一条内裤，难道今年是艾米的本命年吗？女警以为这是艾米的衣物，但尼克却表现得毫不知情，那个棕色的木屋他也不知道是什么。然而等到了晚上，尼克第一时间就跑回了老家的房子，这所房子是他爸妈曾住过的地方。奇怪的是，门禁密码好像被人改了。尼克进门的瞬间就触发了报警系统，接电话的时候他发现了桌上的信封，原来这里就是棕色的木屋。就在尼克跟电话里的警察解释的时候，女警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，看来尼克已经被彻底列为了嫌犯，警方一直都在跟踪他，但尼克并没有说出那封信的消息，他谎称自己就是来随便看看。
这可逃不过精明的刑侦警司，因为尼克父亲的名字就暗含着棕色。由于警方没有掌握实质性证据，他们目前也不敢随便捉拿尼克。就这样，尼克赶紧开车离开了现场。此时镜头再次转到了艾米的日记。和尼克结婚之后，刚开始两人成天腻歪在一起。结婚纪念日，双方都准备了相同的礼物。尼克就像艾米的另一半灵魂，他可以猜透艾米的任何心思，这让艾米感觉到无比幸福。然而3年过后，两人的激情逐渐变成了家长里短。突然发生的金融危机让他们失去了工作，这点小事还不能让艾米破产，因为艾米父母为他储存了100万的信托基金。但艾米父母也被这场金融危机影响，他们的公司即将面临破产。艾米出于孝心想动用自己的基金，况且这原本就是他爸妈存的。这件事让尼克感到很是生气。之后的日子，尼克更是开启了摆烂模式。他成天待在家里玩着电子游戏，而且还买了一堆昂贵的游戏产品。尼克认为艾米可以不通过他动用基金，那他当然也可以自由购买游戏设备。艾米发现自己被尼克逼成了怨妇，他的身份就不应该为此喋喋不休。从小到大，艾米就没受过这样的欺负。雪上加霜的是，尼克得知自己的母亲得了癌症，艾米也就跟着他回到了老家。这件事让艾米失去了纽约的社会资源，而且在尼克老家他根本就没有朋友，想要出去散心都不知道去哪里。两人之间的裂痕愈演愈烈。没过多久，尼克的母亲便去世了。之后尼克想待在老家生活，他还在小镇上找了份教师的工作，而艾米则彻底变成了家庭主妇。她只能每天盼望着老公按时回家。尼克那阵子总是玩到半夜才回到家里，动不动就跟朋友出去喝酒，眼看这段婚姻就要完蛋。最终艾米还是做出了妥协，她告诉尼克自己想要个孩子，也许这样才能拯救这段枯萎的婚姻。到时候艾米可以留在家里照看孩子，尼克也就不能随意玩到半夜回家。然而尼克已经有了离婚的想法，这让艾米无法接受事实，因为他在这段婚姻中付出了太多代价。为此两人发生了争执，尼克甚至还动手推倒了艾米。艾米终于看清了这个男人的真面目。随着视角再次转到了尼克这边，艾米的母亲变得越来越急切，因为事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3天时间，整个小镇都发动了地毯式搜查，他们一点艾米的线索也没有找到。警方这边发现尼克动用了艾米的信用卡，而且还发现了大量的奢侈品消费账单，但尼克对这件事表示毫不知情，自己不可能买那么多东西。艾米的失踪冲上了媒体热搜，整个电视台都在报道这件事情。因为尼克被媒体抓拍到了微笑，所以他变成了全网唾骂的渣男。媒体甚至还挖出了他之前的黑料，就连妹妹也开始一度怀疑尼克，他是不是真的隐瞒了什么事情。等妹妹走后，尼克收到了一条短信，这条短信的号码没有任何备注，对方只是告诉尼克他就在门外。紧接着尼克便打开了房门，原来尼克真的背叛了自己的妻子，而且这名女子还是尼克的学生。安迪二话不说就扑倒在了他的怀里。尼克询问他有没有将两人的关系告诉其他人，还有办公室里的内裤是怎么回事。安迪告诉尼克自己不会给他添任何麻烦，那条内裤也不是自己放的。说完，两人便迫不及待的管鲍之交。到了早晨，尼克赶紧送走了安迪，因为自己的妹妹和岳父岳母都在楼上。然而昨晚的动静惊醒了妹妹，出于面子，他才没有下楼揭穿。妹妹询问了安迪的情况，原来他们两人已经交往了1年之久。妹妹简直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事实，所有人都在为艾米的失踪守夜，而尼克却和女友在家里面做这种事。妹妹一边骂着尼克，一边打开了电视。现在全网都在谴责尼克的行为，媒体曝光了他平时与学生的合照，即使没有找到艾米的尸体和证据，现在人们都开始认为是尼克杀害了妻子。而且这时警方也找到了一条关键线索，艾米曾在黑市买过一把手枪，说是为了防御自己的老公。听完这句证词之后，其中的男警官认为已经可以抓捕了，但女警认为现在证据依然不够，即使逮捕了尼克也不足以定罪。这时鉴定组的人带来了一则消息，他们在尼克家里发现了大量血迹，而且这些血迹与艾米的血型吻合。不知情的尼克还在公开场合宣讲，他恳求知情人士能提供一点线索，并告诉众人他和妻子的失踪毫无关系，他永远都爱着自己的妻子。这句话可把台下的安迪听笑了，尼克是什么样的人他心里最清楚。就在这时，一名抱着孩子的邻居站了出来，他告诉众人艾米失踪前已经怀孕6周，这件事尼克一直都没有告诉警方。这句话直接点燃了在场的媒体，他们一拥而上，赶紧抓拍尼克，并询问此事到底是真是假。要不是尼克身边有警方护送，现场这么多人一定会手撕了他。尼克告诉女警他根本就不认识那个邻居，然而女警却拿出了一堆照片，这些证据都是那个邻居提供给他的，那个人的确是艾米的好闺蜜。直到现在，女警才告诉了尼克关键信息，他们在厨房发现了艾米的大量血迹，还有尼克的银行债务已经高达10几万美金。艾米失踪前突然提高了人寿保险，上面就有尼克的亲笔签名，种种证据表明尼克已经涉嫌谋杀。在一系列证据链面前，尼克百口莫辩。就在这时，女警接到了医院电话，艾米失踪前的确怀有身孕。这下尼克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，原来女警之前一直都不透露证据，其实是在套尼克的话，让尼克始终认为警方没有怀疑他。清醒过来的尼克决定不再与女警交谈，除非有律师在场他才愿意。等女警走后，尼克想到了艾米的第3个线索，也就是他在父亲房子发现的信封。与此同时，女警也赶到了尼克父亲的房子，他总觉得这里有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尼克到底在房子里寻找什么？
经过女警的反复搜查，他们终于在壁炉里发现了线索。一本烧焦的笔记赫然出现，它就是艾米的日记本，也就是之前我们讲述的艾米事件。日记落入警方手中，可想而知，尼克涉嫌谋杀的罪行已经实锤，现在就差最关键的尸体了。第3封信的线索是5周年礼物，艾米希望他能够好好享受。这句话让尼克突然想到了什么，他赶紧跑到后院的一个小屋前。此时的尼克已经猜到了些什么，等他打开房门时，整个人都傻了，因为摆在这里的正是一堆奢侈品。他之前还向警方解释不知情，现在证据就摆在眼前。那么艾米现在到底是死是活？他又在什么地方？ I am so much happier now that I'm dead. Technically missing. Soon to be presumed dead. Gone. And my lazy, lying, cheating, oblivious husband will go to prison for my murder. 原来这一切都是艾米的阴谋，是他精心为尼克设计了这场谋杀。为此，艾米阅读了大量的侦探书籍，甚至还研究过罪犯的审讯视频。在事发前，他就想办法接近怀孕的邻居，并且不断的向她吐槽老公经常家暴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艾米使用尼克的卡在网上各种赌博，这也就是尼克为什么欠下了巨额债务。当然，这还远远不够。艾米趁尼克不经意间递上了保险合同，她连看都没看就亲手签下了罪证。为了失踪后逃离警方的搜查，艾米通过现金购买了一辆2手汽车。在逃走前，她必须要让自己怀孕，因为这会博得网络舆论的同情。为此，艾米对家里的马桶动了手脚。前来玩耍的闺蜜邻居则提供了尿液，艾米会把她送去医院进行尿检，这些都是事前准备的开胃菜而已。在艾米失踪当天的那个早上，她为尼克精心布置了犯罪现场。警方找到的血迹当然是艾米的，因为她足足抽了自己2斤多的血液。在观看了大量的犯罪书籍之后，艾米学会了如何布置建设型血痕。想要变成一场谋杀案件，现场一定要出现大量的血迹，但血迹必须清理干净，这样看起来才像是被罪犯清理过的。万事俱备后，紧接着就是那本笔记了。日记一定要从尼克的相识写起，这样看起来才会逼真。这其中的内容有真有假，但尼克家暴艾米的内容应该是假的。他将日记带到了尼克父亲的房子，然后伪装成了想要烧毁证据，再更改了门禁密码，这样尼克进门之后就能触发警报，警方也能第一时间赶到现场。最后，艾米还不忘给尼克准备礼物，也就是木屋里的那堆奢侈品。在计划中，他会和尼克同归于尽。警方在没有尸体的证据下，还是很难定罪。艾米会投湖自尽来留下尸体。在失踪几小时后，艾米已经改头换面，她剪掉了自己的长发，再加上一副黑框眼镜，这样看起来才像一名普通大妈。当然，这还远远不够，因为面相始终还是那个艾米。为此，她只能忍痛砸肿自己的脸。最终，艾米化名兰西躲过了大众视野。在此期间，她还认识了新的朋友丽达，是个非常热心肠的女孩。她和艾米一样都被男人骗过。原来艾米早就知道尼克有了女友。那天晚上，他本来准备给尼克一个惊喜，但没想到尼克带着另外一个女孩。这晚的场景就好像他和尼克相识的晚上，尼克用相同的动作亲吻了那个女孩。这一幕艾米永远都无法释怀。听完之后，连丽达都觉得恶心，而尼克这边则就惨了。尼克现在必须要找一名顶尖律师。律师听完这离谱的故事也是笑了。女人为了报复丈夫居然能这么疯狂，这种案子他一定要接，而且事成之后还要出一本书。律师觉得艾米的行为看起来像个老手，可以先从她之前的男友寻找线索。于是尼克找到了那个汤米，他之前就被艾米一家人控诉过性侵，然而汤米却和艾米家人说的不一样。汤米刚开始和艾米的感情非常好，然而时间久了之后，他发现艾米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女人，自己的穿衣风格和生活习惯都是她说了算。最后汤米提出了分手，这也伤害到了艾米的自尊心。于是艾米自导自演了一场性侵案，汤米就这样被迫锒铛入狱。紧接着尼克找到了艾米高中时的恋人，就是之前一直纠缠艾米的那个黛西，但这次黛西什么也不肯说。情况更加严重的是，艾米这边用匿名电话举报了尼克，他告诉了警方木屋里的东西，一切计划都在按部就班的进行。也许是进展的太过顺利，艾米有些得意忘形，他在不经意间暴露了大量现金。这一幕被他新认识的好友丽达看到。在这种犯罪率高的地方，最忌讳的就是暴露自己的财富。艾米被理所当然的抢了。丽达其实早就看穿了艾米，她虽然不知道这个女人身上发生的事，但丽达笃定艾米肯定不敢报警。没了现金，艾米无法在外边生存，走投无路的她只好求助黛西。黛西一直都想和艾米交往，这种事情她当然求之不得。在听完艾米所讲的故事后，黛西决定将她安顿在自己的别墅里，那个地方绝对安全。艾米失踪6天之后，尼克家门口围满了大量媒体，他们都在争先恐后的报道着进展。律师认为尼克现在必须接受采访，而且还要承认自己曾经的过错，包括他和安迪的恋情。安迪现在就像个定时炸弹，说不准他明天就会向媒体透露出去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先一步承认。律师会给尼克写好剧本台词，包括面对镜头时用什么样的表情。他有足够的信心帮尼克挽回形象。本来这是一步好棋，然而就在尼克他们找来媒体的时候，那个安迪居然先一步公布了恋情，还将自己包装成了一名乖乖女。现在的尼克完全陷入了被动。律师建议取消采访，
但尼克坚持自己能处理好，在演戏面前没人能赢过他。这段访谈是一个悬疑点。总之，尼克的发挥非常完美。在艾米的剧情中，我们会看到，此时的艾米已经跟随黛西来到了别墅。看来前男友的财力不是一般的雄厚。黛西告诉艾米，这栋别墅里面到处都是监控，他再也不会让艾米跑掉了。这一幕可吓坏了他，没想到刚从街头逃了出来，紧接着又是被人囚禁。艾米在电视中看到了尼克，他在采访中诚恳承认了错误，并说自己永远都爱着妻子。他知道艾米现在还活着，尼克已经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。如果艾米能够回家，他会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弥补。说着说着，尼克再也忍不住哭了出来。尼克的深情告白让剧情再次反转，网络舆论也认为尼克没有杀害妻子，也许艾米的失踪真的另有隐情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女警带着搜查令赶了过来，因为之前艾米举报了木屋，警方果然在这里发现了大量奢侈品。最终警方以包庇罪逮捕了尼克妹妹，而尼克更惨，他的罪名是谋杀。虽然律师暂时将两人保释，但两人的活动范围不能离开家里，等待尼克的将是最后审判。艾米这边也不好过，因为她成天都在关注尼克的新闻，这让一旁的黛西很不开心。原来黛西也是控制欲极强的人，甚至比艾米还要变态。艾米怎么可能乖乖就范？于是他又想出了一个疯狂的计划。在送完黛西出门后，艾米用绳子在腿部伪装了勒痕，紧接着把红酒洒在了下半身。一场好戏即将上演。从监控中可以看到，一名女子遭遇了变态的绑架，并且受到了非人的虐待，这就是艾米想要达到的效果。等黛西快要赶回来的时候，艾米又用酒瓶弄伤了自己的下体，剩下的就等鱼儿乖乖上钩了。这天晚上，艾米用刀片残忍杀害了黛西。在艾米消失后的第30天，艾米浑身是血的回到了家。医生检查后的结果是被人性侵。虽然尼克洗脱了罪名，但他总感觉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根据艾米的口供，他被黛西绑架到了别墅，他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变态，自己受尽了黛西的折磨。别墅里的监控就是证据。这时女警开始怀疑起了艾米。这起案件中充满了疑点，他总觉得艾米隐藏着什么，但女警小看了艾米的智商。他痛斥女警差点给尼克定罪。要知道密苏里州可是有死刑的，如果警方都是像他这么无能，那自己肯定还被黛西绑在床上。这一幕让女警感受到了艾米的可怕。艾米的案件已经交由联邦局处理，她被认定为是正当防卫。之后尼克便带着艾米回到了家里，夫妻两人在媒体面前扮演得非常恩爱。然而进门之后，两人瞬间变脸。尼克知道艾米今天全是装的，为了防止尼克身上带有窃听设备，艾米要求两人在浴室谈话。他将自己杀人的事情告诉了尼克，这让尼克很是震惊。但艾米表示自己同样也救了他，两人之间的恩怨算是扯平了。现在的尼克在家里连觉也不敢睡，跟这样的女人在一起住着太可怕了。而且尼克现在还不能离婚，媒体已经将他们炒作成了模范夫妻。这时候离婚的后果可想而知。成天担惊受怕的尼克找到了律师，还有之前处理案子的女警。他把艾米杀人的事情告诉了对方，但警察和律师也没有办法，因为案件已经被联邦局判决。律师唯一能做的就是警告尼克，以后千万别惹这个女人。这天艾米送给了尼克一个礼物，现在的艾米真的有了孩子。最可怕的是尼克根本就没有碰过她。尼克坚持要做亲子鉴定，但这的确就是他的孩子，因为艾米之前就保存过尼克的精子，艾米不可能会同意堕胎的。现在又有了孩子拿捏尼克，他这辈子都无法逃脱艾米的掌控。 Why would you even want this? Yes, I loved you, and then all we did was resent each other and try to control each other, cause each other pain. That's marriage.